Hello，大家好。好像有一阵子没跟大家行车慢聊了啊。其实最近多雨时节啊，一般都是开着车到外面闲逛啊，连骑行都变得很少了。所以最近有很多节目，很多的视频啊，就是开车在外面闲逛啊，随意拍一些街景。所以大家可能觉得看得不过瘾啊，对我来讲也确实有些无奈啊，因为每天都是下雨天气，出去就有淋雨的风险，再加上呢，它有时候啊天气又变得非常的炎热，骑到外面的话呢，一是怕遭风雨，二是暴晒，对身体也不利啊，所以相对来讲，骑行呢最近变得比较稀缺了，但也没办法。那今天呢，我又再次到广州市区来随意的转转啊，大概有几个小时个人的时间。现在呢，我在越秀区从一条小路转出来就是东风中路啊。但是呢，我不打算走东风路，就在前面呢，准备上东濠涌高架，然后呢，看看能不能拐到中山四路上。最终呢，我是想再到西关的老城区随意的去转转啊。如果那边可以停下车的话呢，也不排除到那边稍稍的休闲式的骑行一段啊。我今天呢，从番禺那边出来啊，特地还是想去走一段东小南路高架啊，结果发现啊，在南州路东小南路路口的地方呢，那条从东小南路往南延伸的高架啊，就是要过珠江到番禺去的那条快速路啊，我看已经建得七七八八了。但奇怪的是呢，原本从南州路上东小南高架的那个匝道啊不见了，这个原因到底是为什么不知道，所以呢就沿着东小南高架的下面的道路啊走了好长一段啊，快到海阴桥的时候才重新上高架。那这么一来的话呢，等到东小南路快速啊向番禺南站方向的快速路建成之后，从南州路上高架的这段路啊，原本就是可以直接上东小南高架的这个路口被牺牲掉了。可以想象啊，将来由南往北进城的上班的族来讲啊，那开车就会痛苦了。真的有时候可能也很难两全其美啊，因为那个东小南高架在下桥的地方、上桥的地方呢，道路比较窄，现在又要扩建出一条过江的隧道啊，而且有可能是在前方进隧道前啊，要建收费站啊，你要留下买路钱才可以利用这条快速道，从广州市区呢快速的通往广州南站。当然最终到底是怎么样啊，我们要等到它完全建成开通以后才会知道。那不管怎么说呢，这个是一种取舍，某些人呢可能会觉得方便啊，因为他如果要从广州城区去南站的话呢，就会比较快捷，就不需要再走洛溪桥或者其他的什么地方了。但是对于广大的住在番禺的普通老百姓，大部分人呢都是要早上早开车进广州城区上班的来讲啊，连上桥的路口都不见了，那就要在这个桥下的普通马路上啊，非常拥挤的马路上往前走的话，那真的不是一件好事啊。但这个也没有办法的事吧。现在呢，我已经转到了越秀北路啊，前面呢就是中山四路和中山五路的路口了。那我今天就打算走一段中山五路到中山一路，
到那边呢再去找到龙津西路啊，到荔枝湾从永庆坊那片旅游的地方呢，随意的去走走，消磨一点时间啊。现在呢，已经上午接近10点半的时候了，照理说早就过了上班的高峰时段。现在呢，我又转到中山五路。应该这边还是中山4路吧。刚刚经过农民运动讲习所，就是以前的番禺学宫。上午从番禺出来啊，在东小南高架的下面的路行车，结果就发现啊，那个地方有很大的一片地方啊，就是中大纺织城，也就是卖这些布匹啊、衣服啊，而且村里还有很多作坊、小工厂啊，就加工这个批发。整个的一个区域一片凌乱啊，就沿街的那种小商铺啊，基本上都是跟这些布匹生意有关的店铺。那来来往往的呢，都是那种运输布匹啊，要不就手推车，要不就是这个摩托车、电单车，要不就3轮车啊。当然也有很多类似货拉拉一样的这种车川流不息。那真的在广州呢，这个地方啊，真的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很多人都希望它能够搬迁，尤其是在疫情的时候呢，因为人口密集，不断的就爆发出这个疫情啊，所以呢，当时政府许下诺言，说要把它搬到清远或者佛山或者是番禺什么地方去，就把这个整一片的市场呢搬走啊。就大家从这个中大纺织城这个命名来看呢，就知道它实际上跟中山大学靠得非常的近。那这是一个广州最高的大学，在这样的一个大学的边上啊，就有很多村屋，这些村屋呢就慢慢发展成一个布匹这个市场，一个集散地，就非常奇妙的一种搭配。但这种搭配呢，其实在广州市比比皆是。就比方说我们在广州，等一会儿我要去到的，像龙津西路那边的恩平路，再去到黄沙附近啊，从以前的13行，整片的都是做药材生意啊。这个附近呢，也有一些什么义德路、大德路啊，要不就是各种各样的小商品的集散地，要不就是什么金属啊、机械的一条街。总之，你到那边去呢，就发现这些老城区破败不堪，混乱无比啊。原因无他，就是因为呢，都是在做生意的这种店铺和这种搬运物品的工人，在那个地方川流不息。那每个人呢，都奔着这种生意而去啊，无非就是低买高卖，或者呢换一个地方在这边批发的一些商品啊，拿回老家，去到北方或者出国，这个卖到国外啊，挣一个差价，大概就是为了这些。那当然生意啊，只要有人做，它
肯定会有一些利润。那作为国家，作为政府啊，它也从这个商人的在生意的过程当中，流通环节，还有增值，还有所得税等等方面呢，可以有税收。那这个本来呢也是无可厚非的啊。但是呢，在一座不断现代化发展的这样一个城市当中，它保留着太多的，甚至有些地方是越来越扩张的这种陈旧的街区，仅仅是因为商业的名义啊，能够为政府为这个城市带来一些税收。那我觉得呢，它在另外一方面啊，已经让这个城市啊，这种从观感啊，就大家到这边来，哪怕是旅游的人们，也都会留下一种不佳的印象。那这个到底是怎么来平衡？还有呢，就是对于这个城市的整体的一个发展，实际上变成了一种阻碍啊。因为大家也知道，现在各个城市都在搞这些创业的高科技的园区，当然广州也不少啊，比方在黄埔那边的新城区、天河比较偏远地方，不是智慧城就是知识城，要不就是科学城，就大家是在这种产业的升级过程当中，就希望呢能够有更好的这个自然的环境，在这样的一种环境里面啊，又能够有更多的这种高附加值的产业，干干净净，不仅呢适合这些创业的或者是高科技公司的发展，那同时呢也让那些从业人员就有一个非常好的生活的环境，并且呢会产生一些新的商业的模式啊。这个呢我觉得城市更新的过程当中是必须要去面对的。但是很遗憾，我们在广州老城区或者城乡结合的地方，依然呢有大量的应该把它搬到更边远地方，腾出这个地方呢能够进行城市的升级换代啊，但是呢并没有看到，还是我行我素。有时候我们不仅怀疑啊，这边的这个城市的这种主管部门啊，或者说是这个城市的那种管理者，他到底是怎么去思考这个问题？是他的格局不够大啊，眼界不够宽，还是因为啊，就是还是有眼前的利益，被这些眼前的利益所左右呢？这我们也不得而知啊。还是说这个地方的这些人，就是更多的都是一种小农意识啊，或者讲的只是一个生意经，眼前只是看着钞票，而忽视了整个这个城市的升级，然后呢才会有更好的产业，更多的优秀的人才才会进入到这个城市，并且呢也会让更多的游客对这边呢产生一些好感。所以呢你看啊，就像我现在经过的这边应该已经是中山六路了，边上的这种老房子之间的这种小街里面啊，全部都是密密麻麻的小商铺啊。就你看这些沿街的卖这种百货的小百货的商家，基本上还是延续着以前。你看我有看到什么男装10块钱起，那各种各样的这种商店啊，这种价位让你感觉简直是在一个边远的地方的那种小城，这种县城那种感觉，这个真的挺有意思的。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有很多当地人，他们不但在夸耀他们在
西关啊，就是老城区能够找到他们的美食啊，很多呢都是他们在童年啊就喜欢的或者说习惯的一些食物等等。那同时呢，他们又对他们的这些老的城区的这种混乱的面貌啊，陈旧的街区呢熟视无睹，并且呢，如果有人去指责这样的区域已经不适合现代城区的发展需要，就已经不符合新的生活的潮流、时尚等等，随这边的大流啊。而且这些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的场景呢，也是非常有趣的，甚至呢有很多别的地方呢是没有办法体验得到的啊。所以从这意义上来讲呢，我觉得也是挺有意思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边有时候也在抱怨广州很多老城区亟待更新迭代啊，亟待引入更时尚的元素。但从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时不时愿意到这种老城区来走走，你体验一下普通老百姓他们生活的场景，因为还是有很多令人温暖的一些场面啊，或者说有些怀旧的味道可以来体验。所以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呢，广州很多这些普通的老百姓生活的地区啊，也有很多岭南的特色，还有很多广东文化这种传统的味道。我个人觉得这个也是相当不错的啊。就有时候甚至想，你如果不去操这份闲心，因为很多东西大家也没办法去改变这样的现实，那就不如随它去吧。它是怎么样就怎么样啊，我们只是去怎么讲，就取一些自己所需的东西啊，比方说时不时到这些老城区来走走，吃一些老城区的一些食物啊，就我觉得就可以了啊。现在呢，我已经在中山7路啊，前面应该就是中山8路了啊。今天呢，我是从中山3路和4路之间，顺着中山路呢一直向西行驶，目标呢就在前方了啊。我要找一条路转进去。现在我的右侧呢是陈家祠，这边呢已经变成商圈了。现在呢我左拐入荔湾路啊，紧接着呢我就要右转到龙津路上，这边呢都是普通老百姓居住的西关的街区。现在我们进入龙津路啊，这边呢虽然也有一些楼房拆掉了重建啊，但基本上还是保持着西关老街道的味道。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生活在这些街区的老百姓，就是依靠两边的这种小店啊，就他们就喜欢楼下就可以买到他们生活的必需品。就在一条小街上可以吃到很多传统的食物，就大家还是喜欢，或者他们已经习惯于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而我每次走这条道呢，基本上也就是借道啊，就是走到前面的永庆坊旅游街区的一个停车点啊，
就那是一个比较大的停车场，就基本上能够保证停到位。还有一个呢，就停车费比较便宜，因为它是一个公共的停车场嘛，政府建的。然后呢，我就会在这边呢，再随意的骑着车转转啊。今天趁着上午天气不错啊，我就打算这么来走走。好了，现在呢，我就准备进入停车场了。那我们这一段行车慢聊呢，也就到此结束吧。等一会儿呢，我就打算打开我的小单车，在周围呢随便休闲式的骑行一下。那我们一会儿见吧，拜拜。